美国现在开始出现软化的迹象，拜登呢或许将在 G20 峰会上和普京会晤，这是一种服软的表现，透露出重大的信息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美国态度呢是非常的坚决呀。拜登曾经表示，如果11月在印尼召开的 G20 峰会邀请普京的话，那么美国我就不出席了。不过呢，最近有记者就问拜登说：“你现在有没有计划和普京在 G20 进行一次这种会晤，以缓解双方这种紧张的关系呢？”拜登的回答呀，有待观察。作为主办方的印尼，当然希望普京和拜登都能够参加了，而且专门还特别邀请普京以特别的形式来参加。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说，俄罗斯将参加 G20 领导人峰会。但是这个具体的形式还没有确定。有意思的是呢，此前印尼驻阿联酋大使就说过，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同意出席峰会。美国的态度现在有所软化，拜登呢很有可能和普京进行会晤，但这不是向俄罗斯这边服软，而是向自己犯下的错误以及现在当前的形势来服软啊，他也是在向国际上的压力服软。一再说了，用普京来我就不去的这种事情做个要挟的话，那最终美国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啊，削弱自己的国际影响力。你不来，别人他不照样要去吗？照样要谈呢。没有你美国的话，你美国这事儿就更被动了。美国做事啊很直接，他也很灵活。昨天说的话，今天他就可能推倒重来。你不管外界看他怎么看，是不是言之有信，但是还必须得接受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的行为。拜登有所软化，释放出了多层的信息。第一，美国现在呀是这么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架势了。你看俄乌冲突至今，美国一直采取这种强硬的态度啊，而且是拉着40多个国家一直在打压这个俄罗斯。结果没想到这个过去了大半年了，200多天了吧哈，俄罗斯居然还没倒下，美国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。那作为全球霸主的影响力和实力，这都会表现出一种衰弱的状态。所以美国呢要改变这个策略。既然没有办法一下子打倒自己的这个敌人，那就给自己先找一个台阶下来。第二呢，如果美国再强硬下去，欧洲那边可就吃不消了，美欧之间的裂痕它就会加大。尽管说美国想借用这个俄乌冲突来收割一下欧洲，并且呢已经强化了和欧洲的政治同盟的关系，北约几乎都在左右欧洲的决策了。但是呢，受伤最深的，那说到底现在还是欧洲呀。马克龙呢，现在又提出要成立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来排斥美国，这个事态是美国不愿意看到，也不能允许这个事态这么发展下去。因此呢，就要直接出面和普京进行接触，能缓和和欧洲的关系，可以吸欧洲的血。美国是想这么做，但是呢，他又不能让欧洲真的这么倒下垮了，也不能分裂，而且要拿回整个欧洲事务和俄乌冲突这一件事情的主导权。第三，美国对俄是强硬的制裁，那么所引发的连带效应，让自己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受伤。咱们客观说啊，美国这一系列操作，尤其是逼这个欧洲这个资本流向美国，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吧。但是美国国内的经济，特别是这个通胀问题，并没有实质性的缓解。中期选举马上就要来了，民主党很不乐观，拜登呢必须去调整他的有关策略。现在美国呀，确实释放出了一些软化的信号，但是和普京能不能会面，以什么形式会晤，能谈什么程度，这还都是不确定的事情。但是即便是会晤，也不意味着根本的形势会有什么改变啊。美俄对抗这是长期的，而这个俄乌冲突也没那么快结束。